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令北京当局极度震惊的兵棋推演结果。模拟显示，一旦美国和日本联手支援台湾，中国解放军在台海战争中将陷入大崩溃的局面，几乎注定无法取胜。更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种台湾有事的剧本，习近平竟然亲自出马，试图亲手拆解这个难题。他为何如此紧张？这场兵推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高层如临大敌？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谈谈这背后的故事。首先，事情的导火线来自日本政坛的一句敏感发言。今年11月上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明确表示，一旦台海爆发武力冲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甚至可能出兵协助。存亡危机事态是指对日本存续构成威胁的情况，日本可动用武力援助盟国。高市的强硬表态直接点出了未来台海战争中日本可能的角色。此话一出，北京方面大为光火，迅速发出强烈的官方抗议，痛批日方干涉中国内政，玩火自焚。中日关系因此骤然紧绷，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国不仅召见日本大使严正交涉，还接连祭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呼吁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日本旅游，无限期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甚至传出可能拘捕更多在华日本人的风声。北京这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应让外界不禁好奇，日本一句台湾有事为何戳中了中国的痛处，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有日本专家一语道破天机，他指出，北京如此炸毛是因为对自身统一台湾的前景感到焦虑，而这份焦虑很大程度源自一项早先的兵棋推演结果。这项推演由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2023年进行模拟中国对台动武的各种场景。日本媒体 President Online 引述前海上自卫队军官冈见少佐的分析称， CSIS 总共设计了24种台湾有事情境来进行兵推，结果令人震撼，解放军在其中22种情境中惨遭失败。换句话说，有将近90%的模拟，中国都未能达成武力攻台的既定目标，只有区2种情境下，中国才侥幸取胜。而且就算是在那2次成功的剧本里，中国解放军也只是勉强控制了台湾不到1/4的区域，离全面占领遥远得很。这可不是我们随口说说的，危言耸听，22败2胜的冷峻数字摆在台面上，难怪北京听了会坐立难安。这份兵推报告被视为近年探讨台海冲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我们来看看它的规则设定。中国胜利的条件是全面控制台湾，而反之，只要美日台三方成功阻止中国达成侵台目的，就算是美日台联手这边的胜利。按照这标准，结果显示台湾有决心抵抗，美国愿意出兵，日本全力支援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每次都会被击退。在大多数模拟中，解放军往往刚跨过海峡就遭重创，最终要么是被击败撤退，要么顶多在台湾南部拿下一小块立足点，但无力扩张，完全无法实现解放台湾的战略目标。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解放军总兵力数量上并不弱，中美日台常规军力对比，纸面上中国未必会输得如此难看。问题症结其实不在头重，而在脚短，也就是跨海登陆投送能力与后勤补给的硬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岸相隔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成了中国武力犯台的天险。尽管解放军拥有全世界数1数2的庞大陆海空军，但要把大批部队和装备投送到对岸去，补给线被拉长到海上，难度和脆弱度都急剧上升。就像一条巨龙出海，远离了自己的老巢补给站，再厉害也会后继乏力。兵推结果反复显示，解放军在渡海登陆时，运输船团与登陆部队容易成为美台联军猛击的靶子。台湾本身有决心抵抗，不会坐以待毙，美军则拥有强大的空中和海上战力，一旦及时介入，就能大幅削弱解放军登陆兵力。登陆损失一大半，补给跟不上，再多解放军后续部队都难以充分投入战场。试想，前线部队弹药物资耗尽，增援不上来，怎么打下整座台湾岛呢？因此，在多数情境下，中国不是兵力不够，
而是无法有效跨海送过去足够的兵力，建立滩头堡。后勤补给线被美日台三方不断切断骚扰，解放军的远征部队就像断了血脉，最终不得不败退。那么中国要赢需要什么条件呢？前面提到只有2种情境中国取胜，关键恰恰在于美日没有联手。具体来说，第一种，美国在台海发生战事时选择袖手旁观，没有军事介入；第二种，日本保持中立，拒绝美军使用驻日基地。这2种情况都会导致美日联合防线出现缺口，让中国有可乘之机。比如第二种，日本不让美军用它的基地，等于美军失去了西太平洋前线最重要的据点，只能从关岛甚至夏威夷本土远距离驰援。各位知道，美军太平洋总部远在美国本土，从加州圣地牙哥的海军基地一路航行到台湾，大约11000公里的遥远距离，哪怕最快的军舰全速前进，也需要2周才能赶到台海，往返一次要1个月。如果中途还得组织补给，调动时间更久。相比之下，日本与台湾近在咫尺，距离中国大陆也比台湾远一些，这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让日本成为一个高效而相对安全的天然后勤基地。试想，美军若能直接从日本南部的基地起飞战机，派遣舰队很快就能抵达台湾周边作战。反之，若没有日本基地提供中继，单靠关岛或本土，援军速度和规模都大打折扣。没有日本帮忙，美国的军力投射节奏将从按天计拖慢成按周计，无法在战场保持连续高强度的干预。这样一来，解放军就可能利用临近本土的优势，逐步扭转劣势，最终在人力和消耗战上耗垮守方。当然，中国方面也不会天真的指望日本乖乖旁观，模拟中也考虑了中国可能对日本基地动手的情况。中国拥有不少中程导弹，可以打击驻日美军基地乃至日本本土目标。然而问题在于，导弹不是子弹，打光了就没了。精确制导的弹道飞弹价格高昂，数量有限，不可能把日本所有港口、机场、油库全毁灭。何况日本早有准备，各大基地分散部署，还有极强的抢修能力，就算遭受攻击也能迅速恢复。要彻底瘫痪日本作为美军后勤据点，难度极高。更何况日本本身并不直接暴露在中国的最前线火力之下，台湾离大陆近，头顶上可能飞来数以千计的短程飞弹和战机轰炸，但日本离得远，中国能用的打击手段有限，这使得日本本土相对安全稳固，可以成为持久支撑盟军的大后方。总而言之，在美日台联手这个铁三角稳固的前提下，中国要想赢得台海战争几乎是难如登天。兵棋推演的结论很清楚，只要台湾决心守，自身不倒，美军肯来援，外加日本全力提供基地和后勤支援，中国就很难跨过这个3重门槛。正因如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的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论调，才会让北京极度不耐，暴跳如雷。在北京看来，高市的表态等于公开宣告，未来台海一旦开战，日本绝不会袖手，反而极可能与美军协同对抗中国。这对北京而言，无疑是最不愿面对的噩梦剧本。我们可以脑补一下中国高层当下的心理阴影。兵推数据已经告诉他们，美日台三方团结一致，自己就打不赢。而如今日本最高领导人又明确表态，打算联手美国干预台海，这不正把兵推里最糟糕的剧情朝现实推进一步吗？难怪北京会大崩溃的猛烈反应。毕竟堂堂第2经济强国，号称拥有亚洲最强军力的中国，一旦真的对台动武，却要面临几率90%的失败风险。这对一心想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的习近平来说，简直是如鲠在喉，不能容忍。说到习近平，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中南海。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自上台以来，就把两岸统一视作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早在2012年，习近平刚接班时提出中国梦，其中统一台湾被强调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他甚至在2018年不惜修改中国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说白了就是为了给自己更多任期去完成统一大业。据说当时他对内宣称2个任期10年，
根本不够解决台湾问题，可见他志在必得。然而现实却很骨感，习近平现在已进入第3个任期，预计2027年任期届满，时间滴答流逝，留给他的统一窗口期似乎越来越紧迫。然而台湾不仅没有向他期待的方向发展，反而在这些年里更加坚定拒绝一国两制，加强自身防卫，还拉近了与美日的战略合作。现在日本首相又抛出如此敏感的台湾有事言论，等于当头泼来一盆冷水，提醒习近平，一旦动武，你将同时对上台湾、美国和日本三方，胜算渺茫。对习近平来说，这无疑是个极为挫败的信号。要知道，他在20大报告中还豪言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摆出一副必要时将强硬一搏的姿态。可如今连推演都显示武力手段胜率极低，难道他苦心树立的强势形象和中国梦伟业要因此破灭吗？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观察到最近北京当局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举措，似乎都在围绕台湾有事，在做提前准备乃至提前对抗。前面提到的经济报复只是其一，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日本发言引发风波之际，中国国家安全部罕见地跳出来发表声明，宣称查获多起日本涉华间谍案件，暗指要对日本来硬的。这被不少分析人士解读为北京在向东京发出人质威慑信号，你不是要跟美国一起对付我吗？行，那我手上也有筹码，小心你们日本人在我这儿出事。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7名日本公民因各种理由被中方拘留。中国等于是告诉日本，再敢在台湾问题上跟我对着干，可能会有更多日本人以间谍嫌疑的名义被捕。这种操作可以说是相当的灰暗与险恶了。日本方面当然不会被吓退，毕竟对东京而言，台湾有事其实同样是日本安危有事。日本专家丰村健司就提醒，大陆如果封锁台湾，日本也会遭殃，因为日本约 95% 的石油等战略物资都要通过台湾周边的海域运输。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之一，如果这条航路被战火切断，日本经济将面临严重打击，能源粮食供应都会出现危机。换句话说，日本帮忙不是为了伟大爱别人，而是首先保自己。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即便发狠要报复，日本也不太可能退缩。东京最近几年不仅加强对台关注，还在大步强化自身军备，防卫预算大幅提升，部署长程飞弹部队到与那国岛等离台最近的西南诸岛，加紧建构反介入包围网。可以说，日本正脱离以往自卫队受限的壳，迅速成长为第一岛链上火力最猛、弹药最满的军火库之一。在这种态势下，北京想靠恐吓就让日本打退堂鼓，几乎没有可能。如此一来，习近平面临一个极为艰难的战略两难：动武吧，盟军难敌；不动武吧，统一无望。据丰村健司的研判，他认为习近平在时间压力下很可能2年内采取行动，因为再拖下去，2027年任期结束前若毫无进展，习近平的历史任务就成了空谈。在国内强推民族复兴叙事的他，也将面临信誉和权威的重大考验。那么，如果真如这位日方专家所言，习近平准备在未来1-2年内有所行动，他会怎么做呢？是铤而走险训示解放军放手一搏，还是另辟蹊径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眼下迹象显示，习近平可能在文攻武下双管齐下，为可能的摊牌做铺垫。我们已经看到了武下的一面，频频在台海周边军演，派大批军机绕台，对日本喊狠话，内部清洗军中不稳分子等等。今年中国火箭军领导层的大地震就是一例。传闻说几位掌管导弹的上将不是涉贪就是泄密，被习近平果断拿下。这显示他在为未来可能的对美日冲突做内部整肃，确保掌握一支绝对忠诚、关键时刻敢于亮剑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文攻路线也在展开，从舆论上狂批日本，对台湾则不断透过统战渗透、网攻认知作战，企图削弱台湾民心士气。然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最近还亲自出马，在外交场域下一步大棋。就在上个月，2025年11月24日，
习近平破天荒地主动致电美国总统川普，两位大国领导人长谈了将近1个小时。外界普遍猜测，台湾问题绝对是两人讨论的重中之重。果不其然，有消息指出，习近平在电话中希望川普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更希望美国能约束日本，不要在台海安全问题上过度涉入。简单来说，习近平是想劝川普管好他的盟友，不要让日本插手太深，把台湾问题搞成多国搅和的国际化事件。在习近平理想的剧本里，如果能劝住美日别联手，他对台动武成功率无疑大增。这通电话颇能说明问题，习近平已经意识到，美日安保同盟对他而言是最大的外部掣肘，他不得不亲自上阵游说美国领导人，企图拆解美日联合阵线。这也正好印证了我们前面分析的兵推结论，中国取胜的关键在让美日停下脚步。所以习近平索性直接去找华盛顿老大谈判，只不过他这番如意算盘真的打得响吗？现实恐怕要给习近平泼点冷水。美国方面现在的态度，尤其是川普政府，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独自扛下所有责任的大哥心态了。川普本人其实对直接军事卷入台海并不热衷。有日方学者远藤裕分析，川普上任后为继续无偿军援台湾，协防意愿存疑，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后退，让中国为所欲为。恰恰相反，美国近年来反而积极推动台海安全国际化，鼓励并拉拢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国壮大的军事威胁。特别是美日同盟，美国巴不得日本在地缘上多分担一份压力。川普政府已多次强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台海局势，这等于要求日本做好准备，一旦台海开战要配合美军行动。可以说，华府是把日本往前推，而不是按住不让他动。习近平指望川普帮忙管日本，别管太多，未免有些一厢情愿。事实上，川普政府为了压中国，还拉拢了更多伙伴，像澳洲、韩国、北约、盟友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动员起来关注台海。美国一心想打造围堵中国的联盟网，中共想把台湾问题内政化，阻止他国介入的企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习近平那通电话反而暴露了他的焦虑，他担心台海问题已经彻底国际化，光靠中国单方面已经难以掌控局势走向。话说回来，如果美国总统真像习近平希望的那样选择冷眼旁观，不管台湾，那结局又如何呢？兵推告诉我们，若美军不介入，中国的胜算确实大幅上升。毕竟少了美军强大的远征火力压制，解放军对台作战的压力就小得多。这恐怕也是习近平心存的一点期待。也许美国政治风向会转向孤立主义，不愿为台湾与中国直接开战。特别是川普这样的领导人，上次任期就曾对盟友态度冷淡，不太热衷海外用兵。如果美国退缩，日本单凭自己恐怕不敢单独对抗中国，那样习近平的机会窗口就来了。难怪他积极游说川普，或许就是想试探美国救台的底线。但押宝别国政治走向终究靠不住，稍有不如意就可能误判情势。万一习近平误信川普的模棱两可态度，贸然出兵，结果美日依然介入，那将酿成不可收拾的大祸。必须强调，兵棋推演毕竟只是推演，真实战争中变数极多，我们不能天真的以为中国就真的会永远被锁死在必输的命运。真正战事起来，胜败还要看诸多临场因素。然而，这场24次模拟至少给各方都上了生动一课。对中国而言，它暴露了当前解放军在两栖远征和联合作战上的短板；对台湾而言，则验证了只要自己撑住，盟友来源就有极大希望自保。美国和日本也从中看到了团结的重要，缺一不可，少了谁都可能功败垂成。也难怪这份报告让北京高度忌惮，甚至试图在政治外交上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然而，习近平越是紧锣密鼓的备战布局，我们越感觉到其中暗藏的不安。中国国内坊间其实也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习近平未必真敢打，因为解放军其实没有他吹嘘的那么厉害。也有人说，中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伎俩如果下不倒台湾，那他还真不一定有把握硬打不少大陆。军事迷私下质疑共军实力与战役，更有人冷嘲热讽地提到历史教训，一旦大战失利，帝国可能坠入深渊。
清朝甲午战争一败，引发维新变法、革命风潮；苏联阿富汗战争陷泥淖，导致国力浩劫；阿根廷军政权挑起马岛战争惨败后，政府垮台。这些例子都在说明战争输不起，尤其是对习近平而言，武统台湾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关乎中共政权存亡的政治赌博。一旦开打，却拿不下台湾，损兵折将，丢尽颜面，国际上遭到全面制裁围堵，国内老百姓信心崩溃，经济断崖式下跌。那时候别说中国梦彻底破灭，连中南海的龙椅恐怕都坐不稳了。这种大崩溃的风险是习近平必须慎之又慎考虑的，也因此我们看到他一方面强作强硬姿态，一方面又不敢不谨慎试探，美其名曰战略定力。但是时间并不站在他这边，随着2027年的临近，习近平如果仍无法向国内交代台湾问题有实质进展，权威势必受损，而让步妥协几乎不在他的字典里。那他会铤而走险吗？还是会采取变通策略？有人猜测，中共可能选择闷死台湾的渐进战略，例如对台湾实施海空封锁，不上地面登岛，在灰色地带长期消耗台湾与盟国的意志。这种战法风险相对较低，又能迫使台湾经济崩溃，逼其就范，但弊病是需要时间长，而且同样会引发美日介入。美日绝不可能坐视一场公开的围城饿死战在21世纪上演，他们可能组成护航船团突破封锁，到那时封锁战很可能也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无论入侵还是封锁，实质都差不多。中国要动手，最终还是免不了与美日短兵相接的高风险。更可怕的是，一旦常规战事不利，核武的阴影就可能浮现。谁都清楚，美中都是核大国，日本则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一场台海战争如果僵持不下，某一方可能面临战略失败时，会不会有人疯狂按下核按钮？没有谁敢打包票。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其实早放过狠话，2021年曾疯传一段所谓核警告日本的视频，扬言只要日本介入台海战争，就对日本动用核武器，而且不惜先发制人，连续打击，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网上一度流传的极端言论，虽非官方政策，但反映部分制派心态。虽然这种恐吓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听起来让人背脊发凉，也说明了北京方面确实想透过核威慑来压制日本的干预意志。核武一出，游戏规则就完全改写，台海战争将不再只是区域冲突，而可能把整个世界拖入浩劫。当然，核战一线谁都不想跨越，因为那等同同归于尽。但危机时刻往往最考验理性，一旦哪边误判或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感受到台海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微妙而危险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兵推的结论给了台湾、美国、日本一剂强心针，证明团结抗中是有效的，使他们更有信心加强合作备战来威慑北京。另一方面，这结论对北京而言却像当头一棒，刺痛之余，可能刺激其更急躁地寻找破解之道，包括加速军备、孤注一掷的外交斡旋，甚至未来某个时点的冒险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极可能看到北京不断加码，比如更频繁的大规模军演、更严厉的经济胁迫，甚至在某些时刻以局部挑衅来试探美日反应，例如夺取台湾离岛、对台高强度封锁演习等。而美日台这边也不会坐以待毙，势必继续强化军事同盟，提升各自军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台海就像一池逐渐被加热的水，一旦温度到达沸点，战争恐怕就在所难免。那么有没有可能避免这场悲剧？说到底，各方领导人的意志将起决定作用。如果习近平最终认清兵推反应的现实，强攻台湾代价高不可承受，也许他会选择暂缓，以更长远耐心等待时机，或寻求非战方式实现统一目标，例如对台政治渗透分化，拉拢诱降。毕竟不打仗，中国仍可以发展国力，施压台湾只是统一孟德再拖些年而已。可一旦冒险开战而败，可能连政权都不保。就算侥幸不败，战后满目疮痍的两岸局面
恐怕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中国梦图景。何况美日如今明言不会做事，他真有把握压倒整个西方同盟？恐怕连他自己都心中没底吧。相反，如果美日哪天真的松懈了，放弃了，台湾的处境将岌岌可危，中国可能迅速下手。因此，维持一个稳定且强有力的威慑阵营，是目前防止战争的最佳方式。你准备好了，我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冷战以来被证明有效的和平法则。最后，我们不妨回到那个引发轩然大波的兵推标题：美日台联手，中国必输。这个结论在现阶段或许接近真实，但时间和情势是在变化的。必输或必胜，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命运，而是各方力量对比和智慧博弈的动态结果。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目前正将其个人声望和政治遗产深深压注在台湾问题上，他不甘心放手，又不敢随便出手。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会想方设法去破解美日台铁三角对他的战略封锁，无论是透过外交离间、经济引诱，还是军事胁迫，他都会全盘运用。对他来说，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但对台湾、对美日而言，又何尝不是呢？因为一旦赌局开场，各方都将付出惨痛代价。CSIS 的推演中，即便美日台胜利，那也是惨胜。美军可能损失数艘航空母舰和数以千计将士，台湾本岛遭受巨大破坏，日军基地受创，胜利者几乎被打残。如果这还算胜利，那实在是血泪铸就的胜利。谁又能保证真实世界会比推演中更乐观呢？因此，我们希望这场兵推带来的大崩溃警示，能够让相关各方更加清醒，明白台海开战将是多赢不了的局面，多认识到对手的底线和实力，不要轻启战端。也许最理想的结局是，兵推结果成为下组战争的自我实现。预言因为中国知道打不赢而不敢打，台湾因知道有胜算而守得住不投降，美日则因理解代价高昂而更努力通过威慑防止战事发生。如此，台海或许才能维持和平现状。习近平也许只能默默接受解决台湾问题无望的事实，把统一大业再往后交班，但现实允不允许他这样体面下台阶，就很难说了。毕竟，政治领袖有时会被自己的承诺和路线绑架，进退失据。总之，台海未来风高浪急，习近平亲自下场处理台湾有事的戏码还会继续上演。我们拭目以待的是，他究竟会选择何种剧本来收场？是冒险一搏，在火光中见真章，还是理性克制，在拉锯中寻变局？历史的答案尚未写下，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没有真正跨出那一步之前，每一方都有机会避免最坏的结局。希望这场可能的大崩溃永远只停留在兵推和纸上谈兵中，而不会化为现实的人间浩劫。今年11月，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抛出震撼弹，他直言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自卫队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协防。这番强硬表态等于宣告，台海若开战，日本不会袖手旁观。高市早苗此言一出，中共当局勃然大怒，视之为对一中原则的公然挑衅，迅速对日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施压。中共外交部第一时间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并停止在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随后，北京不但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达抗议，还动用了经贸和舆论手段，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劝阻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意图给日本经济施压。同时，中方扬言重新审视中日高层交往，原定年底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因此生变。中方以日方挑衅越线为由表示消极，峰会协调一度陷入僵局。可以说，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让中日关系骤然降至冰点。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外交战线全面升级为战狼模式。11月8日深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平台 X 推特上对高市早苗发出近乎恐怖威胁的言论。他转发一则日本新闻，愤怒咒骂，那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你们做好觉悟了吗？并附上火冒三丈的表情符号。
一名外交官公然扬言要斩首他国现任首相，这种行径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薛健的贴文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各界震惊不已，网友痛批，简直是公开的杀人预告，中国外交官难道疯了吗？日本政府也立刻透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抗议，内阁官房长官痛斥该言论极其不妥，多位国会议员更主张将薛健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 并驱逐出境。面对外界挞伐，薛健匆忙删除了这条恶劣帖文，但他随后并未收敛，反而继续发文叫嚣，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正是部分愚蠢的日本政客自己选择的死亡之路。他甚至搬出二战战败国的老账，警告日本违反了战败国应履行的义务，扬言日本若介入台海，将遭遇如同战败般的民族性灭亡。如此露骨的恫吓，再次展现了中共战狼外交的疯狂程度。在日本舆论强烈反弹、中日关系骤冷的氛围下，中共外交系统并未降温，反而多线出击，集体火上浇油。11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亲自下场，开微博，改在国际社群平台 X 开启发言模式，以强硬态度向全球宣示中方立场。11月16日，毛宁罕见的连发双语贴文，直接点名日本。他援引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内容，用中英日三语制作了图文海报，在网络上广为散布。毛宁在贴文中强调，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着，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他的立场，无论谁执政，日本都必须信守承诺。毛宁此举摆明就是当众敲打日本，你们自己在建交文件里表过态，现在的新首相也休想翻篇。毛宁的贴文配上4张海报，把上述声明中的关键句用英文和日文列出，意在提醒日本内阁承认一个中国是你们签过字的，不准食言。然而他这番做法却被许多国际观察家解读为高级黑，看似义正辞严，实则把对中共不利的细节暴晒在阳光下。当年日本的措辞只是理解和尊重，中方对台主张并非日本官方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共。换言之，毛宁苦心强调的文件并没有实质奠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合法性，反倒提醒世人，日本从未在法律上承认台湾属于北京。紧接着，另一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动也在 X 平台跟进发声，他搬出的是更早的二战文件《波茨坦公告》第8条，并用英文贴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简单来说，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归还二战中侵占的领土。中共外交官反复引用这类二战文件，无非是想强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战后台湾已归还中国，属于中方领土。可是毛宁和林动这波晒文件外交，非但没能挫败日本，反而露出了中共论述中的软肋。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早在2023年9月就明确表示，中方所引用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这些宣言性质的文件并非正式条约，不具国际法拘束力，真正对战后领土有法律效力的是后来的旧金山合约。而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但并未将台湾主权移交给任何国家。也就是说，战后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至少没有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袋。毛宁等人抛出的历史文本被美方轻松拆招，等于变相证明了中共声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法理基础极其薄弱。中共外交部试图依靠剪贴历史的手法来为统一证明，没想到适得其反，国际社会记起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在台湾行使过一天主权。毛宁自以为在替老板出气，实际上却是不小心高级黑了自己的政府。许多网友讥讽道，
开罗和波茨坦都没有给你台湾，你倒是自己承认啦。北京本想打历史牌，不料反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共对台主权的说辞有多么心虚。中共外交系统的集体冒进还不只体现在发言人身上。11月2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跳出来搞事情。该馆官方 X 账号突然以中日双语发布贴文，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所谓敌国条款，矛头直指日本。贴文阴阳怪气地提醒道，联合国宪章特设了敌国条款，规定如果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战败国采取任何再次侵略的行动，中、美、英、法、苏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更绝的是，中国使馆贴文最后不忘加一句，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联合国宪章里的哦，并附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的原文截图。什么是敌国条款？原来在联合国宪章里确实有几处提及二战轴心国的特殊条款。第53条允许联合国的区域安全机构在轴心国重新侵略时，未经安理会批准就采取行动。第77条谈到将战败国的部分领土置于托管之下。第107条更直白，说二战战胜国对敌国的任何惩治行动都不受宪章限制。这些条款是二战刚结束时的产物，目的是防止轴心国死灰复燃。然而时光流转70多年，德日意早已是联合国平等会员国，所谓敌国条款早被历史淘汰。1995年联合国大会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承认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投了赞成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各会员国领袖更一致同意将敌国条款从宪章中删除。中国同样在共识之列。虽然由于修宪程序复杂，宪章正文里这几条旧文还没正式划掉，但国际法和学界普遍视之为已无实际效力的虚设条款。换句话说，今天再拿敌国条款说事，纯属无知或恶意。中国驻日大使馆这篇文章摆明是暗指日本若胆敢侵略，中国可不经联合国同意就对日开战。这番公然威胁对日动武的姿态，俨然将自己扮成二战战胜国，把日本定性为随时可以痛击的战败国余孽，其傲慢口气令人侧目。日方当然不可能吞下这口气，使馆帖文一出，立刻遭到日本舆论的狂风骤雨及谴责。成千上万日本网友涌入该帖回复区洗版，怒怼中共使馆吃错药，翻旧账。有人指出，那是二战后的过渡性条款，日本和德国早就是拥有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正式成员国，而且联合国大会1995年就决议这些规定已过时，现在任何人再拿出来都毫无意义，只能让人觉得可笑。也有日本网友反呛，谁会侵略你中国？日本根本不可能做那种事，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了敌国，还自居装大国，好不要脸。更犀利的留言则彻底戳破中共的痛点，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战胜国是中华民国，不是1949年才成立的新中国。不好意思哦，创始国里没有你国，既然你要严守联合国宪章，那是不是该把代表权还给中华民国？没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当年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代表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才透过联大2758号决议取得中国席位，但那只是联合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从未赋予台湾给中共。如今中国驻日使馆搬出联合国宪章，大谈战胜国权力，结果一下子让大家想起依联合国档案记载，蒋介石时代的中国才是战胜国，北京政权当年连签字资格都没有。日本网友的吐槽可谓刀刀见骨，你中共不是爱讲严守联合国宪章吗？那按宪章办事，把中国代表权还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岂不更对头？中国使馆这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发文，等于自揭其短，引火烧身。11月23日，日本外务省也罕见地在 X 平台公开回应，直接打脸中共使馆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所谓敌国条款。1995年联大已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确认其过时，中国也投了赞成票。2005年各国领袖又一致同意从宪章中删除这敌国的表述。
中国亦加入共识。日本外务省指责中共使馆散布暗示过时条款仍有效的资讯，与联合国决定不符。短短几句回应，客气而不失犀利。你中国不仅不遵守现代国际法不准随便动武的原则，反而拿过期条款来恐吓邻国，这完全违背了你自己支持过的联合国决议。如果说日本政府的回应还算有外交分寸，那民间舆论就毫不留情了。更有甚者，日本有识之士开始讨论，敌国条款虽是废文，但既然还挂在宪章里，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德日意三国的不公标签，为何不干脆推动重组国际组织？这里牵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定，德国、意大利、日本身为现代民主强国，却在联合国宪章里背负敌国，骂名多少是个隐患。而现在中共挥舞旧条款叫嚣，无形中刺激了这三国的神经。正巧，美国前总统川普一向对现行联合国体制不屑一顾，他曾抱怨盟友占美国便宜，联合国效率低下。如果未来川普东山再起，再加上被中共点醒的德日意，会不会酝酿一场对现有联合国体制的冲击？甚至有媒体渲染，中共此举是在逼德、意、日团结起来，加上川普美其名曰要再创一个新的联合国。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戏言，但北京让自己同时树立欧亚强国为敌，确实是在把原本离谱的剧本变成可能。当然，现实中的川普对此事件的反应相当耐人寻味。当日本首相遭中共外交官恐吓要砍头时，有人问川普怎么看，川普并未谴责北京，反而话锋一转说，我们很多盟友也不见得是朋友，他们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严重。他抱怨美国被盟国剥削，言下之意对日本也颇有微词。川普这番答非所问的回应，显示出他眼中的重点始终是美国优先利益。在他看来，盟友也好，对手也罢，都得服从美国利益而重新洗牌。如果未来他真的联手某些不满现状的国家搞出个新联合国或新秩序，也不难想象。但这番脑补对北京而言不是好消息。中共外交部的一系列冒失行径，正把各方推向对立面，甚至激发出新的联盟组合和国际秩序思考。这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外交战狼们连番操作，引来全球谴责浪潮，也让台湾看清了北京底牌。在日本首相遭威胁，美日政府抗议的同时，台湾方面也毅然发声。11月23日，我国外交部严厉谴责中共日前致函联合国的行为。是的，中共不仅在推特上叫嚣，还正式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在国际组织告日本的状府。据披露，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已于11月21日致函联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日本若以武力介入台海，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将依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这封措辞强硬的来信，本意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共保卫主权领土的决心，实则又是一颗外交震撼弹。北京直接在联合国框架下威胁对邻国动武，这在联合国史上极为罕见。对此，台湾外交部公开回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来信内容蛮横无理，恶意扭曲史实。我们特别强调，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明文规定，各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中共此举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同时，我外交部再度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台海的客观现状与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国无权干预台湾，也无权对日本等他国的正常防卫表态说三道四。简单一句话，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既非台湾的主人，更谈不上什么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用这种坚定而理性的声明，揭穿了中共假借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图谋。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外交部的回应特别点到了二战后的旧金山合约，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依此合约放弃台湾主权，而非依中共所声称的那些宣言文件。这等于告诉全世界，依照真正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台湾的主权归属并没有交给中共政权。北京爱讲历史，台湾就把真正的历史法理基础端出来。如今，中共外交部一系列失态举动，反而给了台湾绝佳契机，向国际各国重申，
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北京无权智慧。回顾整个事件链，我们看到中共外交体系几乎是集体失控般的大放厥词，从大阪总领事扬言斩首日本首相，到外交部发言人网上开火，再到驻日大使馆胡扯联合国条款，联合国代表直接威胁开战，这每一桩都足以称为外交丑闻。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共外交部是在集体造反，给习近平挖坑吗？要知道，就在几周前，习近平还在国际场合试图扮演和平领袖的角色。北京当局近来有意调整与西方关系，习近平出席了国际峰会，并与美国总统通话寒暄，试图营造缓和氛围。然而，他的外交干部们却在对日战线上搞出一连串几乎无法收拾的乱局，这岂不是自砸统战大局？有观察指出，这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路线的矛盾。一方面，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近年集权在握，也强调所谓斗争精神，导致外交系统涌现大批好战言论。所谓战狼外交，正是在习的默许甚至授意下兴起的。以前外交官哪敢满世界骂人，正是习近平时代，中共外交部才频频出现骂美国是疯狗，呛加拿大是美国走狗，在公开会议上对澳洲拍桌子等失礼行径。可以说，习近平过去鼓励的强硬姿态，养出了如今这群口不择言的战狼干将。战狼们曾是习的利刃，如今却变成双刃剑，甚至在某些领域脱离控制，自作主张，加码表忠，最终演成了搬石砸脚的闹剧。另一方面，习近平近期似乎意识到战狼外交造成了不良后果，国际形象败坏，周边国家抱团自卫，美中关系响谷底，于是他试图转向所谓清河调门，派高层访美，在外交场合露出笑容等，媒体称之为大国微笑外交。可是外交系统积重难返，底下官员未必跟上转向节奏，有的仍在死忠执行过去的强硬路线。这次对日本的系列失言，再显示中共外交系统内部统一战线出现裂缝。是不是有人认为对日强硬是政治正确而肆无忌惮，亦或中共外交部内部缺乏约束和专业判断，只求展现忠诚，却陷领导于不义？不管何种原因，结果就是外交部集体给习近平挖了一个大坑，而且是难以填平的深坑。试想，经此一闹，日本民心彻底向背。原本日本对华政策还有温和派提倡对话，但当中国外交官喊打喊杀，日本舆论高度警戒后，谁还敢对北京心存幻想？高市早苗本就是以对华强硬著称，如今更获得日本朝野支持，他坚定表示不会收回台海发言。日本政府立场没有改变，可以预见，日本未来将更积极强化对台合作，加强防卫投入，一系列反制中国的政策只会更快落地。此外，中共驻大阪总领事的疯狂言论也激怒了日本右派势力，要求驱逐他的呼声高涨。如果北京不撤换薛舰，日本甚至可能真的将其驱逐，这将是双边关系的一大摔跤事件。更麻烦的是，中共玩敌国条款的余行也惊动了欧洲。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被点名的轴心国后代，对此绝不会视若无睹。尤其德国今年以来立场日趋强硬，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多次公开批评中国威胁台海，强调联合国宪章禁用武力的原则。现在北京翻出过时条款，等于再次提醒德国，你还是敌国哦。这无疑将推动德国在联合国更大力要求删除敌国条款，甚至在对华政策上更不客气。意大利方面虽然近年对华相对低调，但作为曾经的轴心一员，被中国这么冷嘲热讽，也很难不产生反感。欧洲整体对华警惕势必上升一级。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共自己承认对台毫无主权的这一幕，虽然不是公开说出口，但通过一系列事件已然展现在世界眼前。北京拿不出一纸证明他拥有台湾的国际法文件，只能动辄舞枪弄棒威胁别人不准插手。当有人一句话点破中华民国才是联合国创始国的真相时，中共外交官哑口无言，只剩下删帖逃避。这种种迹象都在说明一个事实，中共对台湾根本没有合法主权，只有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而当他试图在国际规则框架内为自己主张找理由时，反而暴露更多自身非法不义的弱点。中共外交部这场闹剧引发的连锁效应远超北京原本的计算。习近平本想巩固威权，对内塑造强人形象，对外扩张影响力，没料到自己的嘴炮外交队连环开火，弄巧成拙。这让人想起中国一句古话：利令智昏。为了报复日本声援台湾，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中共不惜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口出狂言，而其代价是日本更坚定地与台湾、美国站在一起，德国、意大利也被惊动，整个国际反华统一战线因此更为凝聚。或许中共外交部并非真想造反挖坑，但他们确实端着炸药满世界乱跑，把习近平辛苦经营的大国形象一把火点着了。从毛宁、林动到薛健、傅聪，这些外交官的表现传达出一个强烈讯息：中共不择手段也要霸凌台湾，教训日本，哪怕撕破国际规范的脸皮也在所不惜。这恰恰证明了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危险本质，也替台湾和国际伙伴们敲响了警钟。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台湾将更积极拓展与民主盟友的关系，深化自我防卫的决心。同时，像日本、德国这样珍视国际法则的国家，会在各种场合挺身而出，反对中共的武力胁迫。或许正是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倒逼下，全球范围内一个抗中捍卫和平的新联盟正在形成，而台湾作为自由民主的一员，也会在这场国际团结中获益。最后，中共外交部这出高级黑闹剧告诉我们，谎言终究隐瞒不了真相，霸道改变不了规则。北京想用所谓历史和国际法来吞并台湾，却反被历史和国际法揭穿野心，想用武力恫吓吓退日本，结果唤醒了更多国家对抗霸权的决心。挖下的坑，最终还是自己跳了进去。未来，若中共当局仍不反思收敛，继续任由战狼外交横行，那么等着他的只会是更深的孤立和更大的反弹。台湾人要做的就是坚定站在国际法与普世价值一边，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无间，强化自身防卫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场国际角力中，是战狼终究吞下苦果，还是理性终将战胜疯狂？历史的走向或许正因中共一时的狂乱而悄然改写。我们相信，唯有自由、民主与和平合作，才是两岸与全球真正的康庄大道。中共外交部这次胡闹，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这一点。发出威胁容易，赢得尊重很难。这正是北京当局给自己挖下又填不上的大坑，让他们自己在坑里慢慢清醒吧。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在国际舞台上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北京当场破防，原因竟是联合国公开了一项铁证，直接证明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等于零。全世界看了直呼太离谱，笑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项铁证又是什么？让我们从头开始，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来龙去脉。首先，我们得先了解台湾主权地位的历史背景，因为这关系到为什么今天的局面会让北京如此尴尬。故事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说起。1895年清朝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由此进入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世纪。二次大战期间，同盟国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里宣誓战后要把包括台湾在内的日本侵略领土归还给中华民国。但请注意，开罗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声明，并非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之一就是履行开罗宣言的条款，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权利。然而，当年日本投降后，台湾是由同为盟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盟军托管接收的，俗称台湾光复。台湾民众欢欣鼓舞，以为回到了当时的中国，但事实上这只是暂时安排。法律上，台湾的主权归属还没有最终定论，需要通过战后正式的国际条约来决定。那么，真正决定台湾地位的条约是什么呢？答案是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在这份同盟国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日本正式放弃对台湾、澎湖等地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听起来台湾像是应该还给中国了，对吗？
但是重点来了，条约中没有写明日本放弃后将台湾交给哪个国家或政府。换句话说，台湾的主权归属在这份国际条约里被刻意留下了一个问号。由于当时中国内战局势动荡，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没有受邀参加合约谈判，而中华民国虽然派代表出席，但最终没有签署合约，取而代之的是隔年与日本签了另一份中日合约，也称台北合约。但台北合约也只是重申日本放弃台湾，并未明确台湾归属，而且因为只有战后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承认这份合约的效力。结果就是在国际法上，日本放弃了台湾主权，可台湾主权并未明定移交给任何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台湾地位未定问题的由来。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没有在二战后立即被法律文件明确，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对中共而言可是一件不愿面对的尴尬事实。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今天我们简称的中国或北京当局，自1949年建政以来，始终宣称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未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共的论述经常提到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他们说因为中国打赢了日本，台湾在1945年已经回归祖国，并且宣称这是确立中共对台湾主权的历史起点。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矛盾，1945年接管台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是4年后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也就是说，北京当局所谓光复台湾、恢复行使主权，是国民政府完成的事，而彼时中共还躲在延安的山沟沟里呢。中共把历史上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收复台湾的成果偷换概念，变成好像是自己收复了台湾，这其实站不住脚。何况二战后真正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旧金山合约明明白白告诉全世界，日本放弃台湾，但台湾归属未定。所以从法律层面看，中共并没有因为抗战胜利就自动取得台湾的主权。北京习惯性地引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来主张台湾归还中国，却只字不提这些文件都不是正式条约，也不提旧金山合约中台湾主权的不确定安排。中共迄今对外宣传时，常常回避讨论旧金山合约，因为这份国际条约实在是戳破他对台湾主权主张的一根致命刺。接下来，历史剧情迎来新的转折。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持续，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从这一年开始，其实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分治海峡两岸的局面，一边是北京的中共政权，一边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两岸互不隶属，各自管辖自己实际控制的领土，这是客观现状。然而在政治宣称上，双方都曾坚持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京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而台北当局当时也不甘示弱，强调自己才是中国正统政权，认为大陆沦陷区迟早要光复。冷战格局下，多数西方国家起初仍承认台北的中华民国政权代表整个中国，毕竟中华民国是二战战胜国之一，在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也占有中国代表席位。于是从1949年到60年代，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直占据着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而北京当局则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这种情形对中共当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他们号称解放了10几亿中国人民，却在联合国没有一席之地。而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虽然退守台湾小小一岛，却还坐在联合国安理会5常的宝座上，这在北京眼里无疑是奇耻大辱。中共花了很长时间谋划重返联合国，在50、60年代，每年联大上都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当时美国等国为了保护台北当局的席位，想出一招，把这项提案列为重要问题，需要联大2/3多数通过才能更改。这个程序上的技巧一度成功阻挡了北京取代台北。不过随着国际形势变化，60年代末开始风向转变，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亲共国家支持北京。尤其1971年可谓关键中的关键，这一年美国自己都决定与中国关系解冻，尼克松政府偷偷派出了国安顾问季辛吉访华，加上越战泥淖和国际反殖民浪潮的影响，
支持北京的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大增。于是，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第2758号决议。这份决议由阿尔巴尼亚等友好中共的国家提案，其内容用简单话说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唯一合法代表，同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及所属机构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决议表决结果是赞成76票，反对35票，弃权17票。中共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中国的席位，而台北的中华民国代表团黯然离场，退出了联合国。这正是北京常说的联合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来源。然而，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里。2758号决议虽然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但通篇没有提到台湾2个字，更别说宣告台湾主权归属了。他只字未提台湾的地位问题，因为决议讨论的核心是谁代表中国这个席位，而不是定义中国的版图范围。对北京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尴尬的缺憾。他费尽心机拿到了代表中国的资格，却没能在联合国文件里得到哪怕一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文字背书，这也埋下了日后国际上对2758决议权势之争的伏笔。那时的台湾局势又如何呢？1971年决议通过时，台湾实际上仍有超过50个国家保持与中华民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澳洲、加拿大等许多当时的强国都在名义上承认台北政权代表整个中国。所以2758决议在这些国家看来只是调整了中国席位的代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承认了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主张。例如，美国当年投票反对此决议，并在投票前后多次声明，即使北京取代了台北的席位，也不代表美国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当时美国等提出过另一项提案，希望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虽然最终未能通过，但也清楚显示许多国家认为台湾问题应与中国代表权问题分开处理。遗憾的是，台北当局在决议表决前选择自行退出大会，拒不接受席位降级的折中方案，导致台湾从此长期缺席联合国这个舞台。这一退出使得北京在国际上更加卖力地宣称联合国已经通过决议确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云云。然而这其实完全是中共单方面的政治宣传，与2758决议的原意大相径庭。决议只是让北京成为中国的代表，但并没有授权北京代表台湾人民。台湾2300万人的席位依然悬空在联合国体系之外，这意味着中共虽然坐上了中国的席位，却并未获得哪怕一纸联合国公文来证明台湾归他所有。那么这些年中共究竟是怎么做的呢？他当然不会老实承认决议没说台湾属于他，而是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叙事扭曲战。北京当局对内对外不停灌输2758号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确认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等等。甚至中国还透过外交压力，让联合国秘书处在日常文件中将台湾称作中国的一个省。例如，联合国统计或相关机构在列出世界各地区时，常会把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台湾中国的省作为台湾的标示方式。这些做法使得许多人误以为联合国官方早有文件认定台湾隶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些称呼并非经由会员国投票通过的正式决议，而更像是北京透过其一中原则对国际组织施压后形成的惯例用语。在法律层级上，这种内部文件用语的调整根本无法改变台湾主权未定的事实。要知道，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决议才具有国际法效力，而2758决议压根没定义台湾地位，这才是铁一般的事实。中共宣称所谓国际共识、联合国定调只不过是他常年对外话术的堆砌，真正翻开联合国当年的文件，却发现台湾根本不在列。北京把别人没说过的话强行按在联合国头上，所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句话你在任何联合国正式决议文本里都找不到。
这让人想起童话故事里国王的新衣，北京自信满满，炫耀联合国给他披上的合法外衣，结果聪明人一眼就看穿，哎，你其实什么都没穿吧？这些年来，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心里也有点虚。当年联大2758决议过后，周恩来总理曾要求美方不得再提台湾地位未定这回事。美国迫于和中国关系破冰的需要，一度在外交辞令上收敛了对台湾地位问题的讨论。但是，台湾主权未定论在学界和国际法界一直都存在，许多历史档案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各国当年的看法。例如，就连周恩来本人在和美国高层私下谈判时，也不得不承认旧金山合约让台湾地位处于开放状态，美英等国对台湾的主权归属保留态度。只是周恩来对外绝不承认这点，还痛骂当时国际上流传的台湾地位未定，说是荒谬的逆流。北京长期试图用政治强势去掩盖法律上的薄弱环节，但谎言重复千遍也不会变成事实。今年适逢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80周年，中共更是大办纪念宣传，反复强调台湾自古属于中国，二战后台湾已回归祖国，国际法里铁证如山。他们的所谓铁证，无非就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大2758号决议。但是我们上面已经抽丝剥茧，把每一项都分析过了。开罗宣言只是宣誓，不具法律约束力。波茨坦公告是对日条件，也没有直接把台湾给谁。联大决议讲的是中国代表权，和台湾主权没有关联。一提到真正的关键旧金山和约留白这一茬，北京就装聋作哑不敢提，因为他清楚提了就等于揭自己短。所以你看，北京声称的联合国铁证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反倒是国际社会最近开始正视并公开真正的铁证，那就是联合国自己保存的决议文件与战后条约清单，都证明中共从未获得过台湾主权。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台海的不断军事威胁升级，各民主国家也开始更加强力地反驳中共的虚假主张。我们看到一场国际论述战正在展开，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欧盟议会等纷纷通过决议或声明，明确指出联大2758号决议不设台湾地位，反对中国恶意曲解决议内容，有的还直接点名批评北京，试图透过2758号决议来孤立台湾，混淆视听。美国更是在2023年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把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包括台湾写进美国国内法，防止中国利用联合国决议名义打压台湾。这是美国国会史无前例的举动，等于拆穿中共长久以来在国际上散布的谎言。美国正式表明2758号决议从头到尾都没有处理台湾主权，也不代表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日本、欧洲许多国家的国会也有类似动作，甚至在联合国内部，今年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一幕。一群台湾的友邦国家将近9个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正视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的权利，并且明白指出不要再恶意扭曲2758号决议。信中诉求包括停止中共在联合国曲解2758号决议，恢复台湾在联合国体系中的适当席位，以及保障台湾2300万人民和媒体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情况不再发生。这封信措辞强硬，可以想见送达纽约联合国总部时，北京代表看了会有多火大。然而，这就是国际现实，越来越多国家看不下去中国利用一个老决议来欺压台湾。世界各国的态度正在转变，大家纷纷站出来说，不对啊，那个决议根本没讲台湾是你的，中国你凭什么这样讲？可以说，北京赖以绑架国际舆论的那块衣中遮羞布，如今已经被撕开好几道大口子。今年以来的几件事情更是让北京颜面无光，当场破防。首先是2025年4月，美国代表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公开对中国呛声，点名批评中共长期误用1971年的2758号决议，借此在联合国体系孤立台湾，企图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美国发言代表甚至直接用中文当面回击中国代表，指出中国言行不一，并明确重申2758号决议没有排除台湾参与联合国。试想，
中共代表当时听到这番话，脸色该有多难看。他辛辛苦苦在国际场合逢人就背诵一中原则，结果美国人一句话就把决议真相拆穿，而且还是用他听得懂的中文讲的。这不是当众揭短是什么？有人形容当时北京代表的脸色恐怕从红转白又转绿，气得牙痒痒，却无法当场反驳。毕竟美方讲的是大实话，决议根本没说台湾不能参与，这是无可辩驳的。而在联合国最高殿堂安理会公开被美国这样指责中共欺瞒国际，这可是史无前例头一遭，北京当场破防也就不奇怪了。无独有偶，就在2025年11月的一场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北京又碰了一鼻子灰。当天，中国央视的随团记者向秘书长发言人提问，问题带有明显的诱导性。他问联合国官方文件2758号决议中的正式用语仍然是老，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这是正确的表述吗？这明显是在逼联合国发言人重申台湾是中国一省。北京大概打着如意算盘，要是联合国官员亲口说出这句话，就能拿去大肆宣传。你看，连联合国都这么讲，但是事情没按他们剧本走。发言人迪亚里克并没有顺从的回答是或否，而是冷静地回了一句：我不认为大会通过的文本有任何改变。这句话乍听含糊，但细品之下意味深长。大会文本指的正是2758号决议等官方档，这些文件从未改变，自然也没有增添任何关于台湾是中国一省的字句。换言之，他既没有正面认同台湾是中国一省，只是重申维持既有决议不变，而那既有决议压根没有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等同委婉地告诉提问的中国记者，决议怎么写就怎么样，别想从我这掏出你想要的话。这回答一下来，现场外国媒体可是听懂了潜台词，心照不宣。而大陆官媒原本虎视眈眈准备第一时间发稿，结果恐怕也有点哑口无言。联合国发言人既没帮中国背书，也没直接挑明，让中方想斥责都找不到点。但聪明的网友和国际舆论很快看穿，联合国方面其实是在暗戳戳打脸北京呢。事后台湾媒体还特地刊出分析，逐字比对2758决议的中英文全文，强调里头根本没有台湾是中国的一省这种措辞。这等于再一次公开提醒世界，联合国从未认可过台湾属于中共的说法。北京这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原本想要个肯定答复回去邀功，没想到全世界反而透过这个插曲再次聚焦到2758决议文本里没有台湾的事实。这消息一出，国际上很多人表示一点也不意外，中共的宣传和真相本来就不符，只是过去很多人没仔细关注文件内容。现在好了，连联合国官员都等于默认文件没变，没你说的那些词。北京辛辛苦苦布置的发问，在全球舆论场上非但没掀起浪花，反倒像一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网上甚至有人调侃北京，怎么样，脸绿了吧？这下全世界可真的笑疯了。还有件事也值得一提，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言人难得的明确支持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事情发生在2025年9月，中国方面一再拿二战时的开罗宣言等文件鼓吹台湾已归还中国。AIT 在回答媒体询问时直接点破，北京的叙事是错误的，这些二战文件没有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哇，这话一出，犹如平地一声雷。过去美方在措辞上比较小心，很少公开使用未定论这类字眼，没想到现在被中共的扭曲宣传激到忍无可忍，干脆讲明白了。台湾政府对此拍手称赞，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观北京，听闻后气急败坏，老调重弹地骂美方胡说八道，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又拿出他的一中原则嚷嚷。但这次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本不甩这套说辞，继续该表态的表态。北京除了跳脚拿不出别的办法，因为他没有新的论据能反驳。二战后的条约文件铁板钉钉地摆在那里，中共就是找不出任何一纸文件写着
台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年来，中共逢人便说，历史早已证明台湾属于我们。可现在美国人直接回敬，不好意思，历史文件恰恰证明相反。北京真可谓骑虎难下，只能继续硬拗，可越拗只会让国际社会看得越清楚，笑得越大声。综合以上种种，可以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在国际法与联合国框架下，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毫无实质支撑，等于零。北京从历史上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法律上拿不出任何公认的国际条约或决议赋予其对台主权。如今政治上反而因为对台湾的打压行径招致全球反感。在联合国层面，中共多年来试图粉饰太平，利用模糊空间假装联合国挺他，但现在真正的铁证摊在阳光下，谎言不攻自破。正如联合国那张2758号决议原文，虽然纸已泛黄，字字却在见证，他从未提及台湾，更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湾的任何主权。一边是铁证如山的历史文件，一边是中共自说自话的大中国春秋大梦。当现实照进梦境，国际社会终于发现皇帝的新衣不过是场幻觉。北京可以继续嘴硬，但越来越多国家的表态显示，他们不愿再被中共牵着鼻子走。21世纪的今天，台湾已是一个拥有2300万人民、民主繁荣的实体。不论国际法技术上如何回避，它在道义和事实上都是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存在。中共对这块他从未治理过的土地大呼小叫，说到底只是为了实现统一中国梦的意识形态执念罢了。可是世界各国心里有数，这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目标，从来不是联合国赋予他的权利。难怪当联合国的铁证一亮出来，全世界看北京的眼神都变了，原来你啥也没有啊。不少国际媒体和学者也开始直言，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声索缺乏合法基础。连一些过去模糊其词的政府现在都敢公开表示台湾地位未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就是因为事实逐渐获得共识。这真可谓风水轮流转。结语时刻，不妨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画面，北京代表在国际场合碰壁，当场破防的样子，以及舆论嘲笑声此起彼落的场景。中共当局多年苦心编织的对台主权神话，在联合国这道光亮下犹如肥皂泡般破裂。这一刻，全世界都清楚地看见了真相，台湾不是中共治下的省份，从法律和现实角度来看皆是如此。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等于零，这句听起来惊悚的结论其实早已写在历史文件和国际法理之中，只不过过去很多人没注意或不敢挑明，而现在谎言被揭穿，真相大白于天下。北京当局未来要再鼓吹他那套台湾属于中国的说辞，只怕越来越没人买账。正所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台湾2300万人民沉默已久的真实声音，如今正在国际上爆发出力量，而中共那套欺人欺己的剧本，终将在真相与正义的光照下走向破灭。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历史自有公论，我们拭目以待，未来会如何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铁证永远胜过千百遍的谎言，而真相终将取得胜利。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亚洲政坛的一个爆炸性话题，日本难道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更惊人的是，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居然扬言要脱离中国。消息一出，北京方面震怒万分，整个气氛剑拔弩张，仿佛疯了般的展开强烈反制。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何突然恶化到如此地步？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来梳理这场风波的来龙去脉，看看日本是否真的会踏出与台湾建交的那一步，以及北京方面又在担忧些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日本和台湾建交这两个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日本在1972年就已经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当年日本与北京政府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自那时起，日台之间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有民间性质的往来。例如，
日本在台湾设立的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仅扮演实质大使馆的角色，但不具正式外交地位。同样地，台湾在东京也只有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这类机构。对日本来说，遵守1972年的承诺一直是对华关系的基石。台湾问题被定位为中国内政，日本官方绝口不提，两国关系更谈不上建交。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这件事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天方夜谭。一旦成真，意味着日本等于推翻过去50多年对华政策，和中国正式决裂。北京当局对此更是零容忍，过去任何国家只要胆敢跟台湾建立官方关系，都势必要承受中国的强烈报复，甚至断交。那么日本为何近期会传出如此惊人的风声呢？事情的转折点就出现在日本政坛风向和区域局势的渐变。过去几年里，东亚局势因为中国崛起与台海紧张而出现重大变化。中国大陆在经济和军事上日益强大，同时对台湾展现出更强硬的统一意志，甚至不排除动武。日本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自身安全，特别是近10年来，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警惕大幅提升，而对台湾的友好感情也在增加。一方面，中国在东海不断派遣军机军舰在日本附近活动，钓鱼台列屿，日本称尖阁诸岛，主权争议让日中关系持续紧绷。另一方面，台湾作为民主伙伴，在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等危机时对日本慷慨援助，加深了日本民众的好感。许多日本人开始认为，在价值观上台湾更接近日本，而中国的威胁则与日俱增。这种氛围之下，日本执政党内的对中强硬派势力逐渐壮大。自民党 LDP 本来就是以保守派居多的政党，其中不乏对华态度强硬、亲近台湾的政客。早在2021年，时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就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日本也不能坐视不管，暗示日本可能是台海有事，为自身安全危机。更早之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也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些言论在当时都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因为这等于日本高层承认台湾安全与日本息息相关。而当时之所以还算擦边球，是因为发言人身份比较特殊。安倍说这话时已不是首相，麻生则虽在位，但用了较暧昧的方式表达。然而风向正在改变，自民党内更直接，鹰派的声音开始走向前台，甚至掌握了最高权力。关键人物就是高市早苗。高市早苗是自民党内著名的右翼保守派，他被称作女版安倍，理念上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路线，对中国强硬，对台湾友好。今年10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成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她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政府政策重心的明显右移。高市上任后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度，他公开强调对台湾的支持，并且毫不掩饰对中共政权的不信任。上任才1个月，高市就以行动证明了他的亲台立场。2025年4月，还是自民党政调会长的他，就曾访问台湾，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成为首相后，他更在外交场合主动接触台湾代表人物。例如，就在10月底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高市早苗除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短暂交谈外，还在11月1日破天荒地与台湾方面派出的代表前副阁奎林信义进行了会谈。更令北京抓狂的是，高市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见到了总统府资政，林信义直接用上了总统府这类暗含台湾主权意涵的称谓。要知道，日本政府历来对台湾官员的头衔用词非常谨慎，小心避免使用让人听起来像是承认台湾官方地位的字眼。然而高市却大大方方用了，这在北京眼中无疑是踩了红线。北京立即提出严正抗议。中国外交部在11月1日当天就对日方提出强烈不满，指责日方此举违背了1972年建交公报的精神。日本这边则反驳说，高市与林信义的接触并不违反维持日台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立场，等于强调这只是民间交流。然而中方显然不接受这种说法，日本首相私下会见台湾要员，还称呼对方官衔，这哪还是单纯的民间往来？
中日关系的紧张在此埋下伏笔。尽管中方抗议不断，高市早苗并没有因此收敛对台发声。真正引爆外交风暴的是11月7日发生的一幕。当天，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接受质询，面对在野党议员抛出的尖锐问题，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日本政府将如何应对？这本是过去日本领导人极力回避的敏感提问。然而高市几乎不假思索地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回答。他明确表示，一旦台湾发生战事，那将被认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安保法制中的一个法律概念，意思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机情况。根据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一旦出现存亡危机事态，即便日本本土未遭攻击，日本政府也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动用自卫队进行军事行动。翻译成大白话，高市早苗这一句话等同于暗示日本愿意在台海战争中出兵协防台湾。要知道，日本自二战后宪法严格限制对外动武，历届政府在台海问题上更是谨慎再三。以前像安倍、麻生那样的强硬表态已经很少见，而且通常是卸任或办官方场合说说而已。但这次不同，现任首相在国会正式答辩中公开将台湾安全和日本生死存亡挂钩，这是史无前例的强硬姿态。高市早苗以往就以鹰派著称，但如此直接触碰台湾议题红线还是头一次。他的发言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当然首当其冲就是让北京当局勃然大怒。果不其然，北京方面随即掀起了一连串猛烈的反应。中国官方迅速对高市的言论发出谴责，称其罔顾历史、危险挑衅。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甚至在社交平台 X 推特上发出露骨的威胁帖文，说那颗脏兮兮的脑袋一旦探出头来，就要毫不犹豫地砍下去，明显是冲着高市早苗去的杀气腾腾语句。这则帖文虽然随后被删除，但已经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日本舆论震惊于中国外交官公然发布如此暴力威胁，中国网民那边则是一片叫好声，战狼情绪高涨。接着，中国外交部为此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替这位总领事背书，宣称薛健的发言只是个人表态，中方的立场是敦促日本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番态度更加深了日方的愤怒。11月10日，日本外务省召见中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日方议员甚至有人要求把这位大阪总领事驱逐出境。同日，北京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强硬交涉，要求高市收回有关台湾有事的言论。接下来几天，中国政府和媒体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对日批判与报复行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连日发表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指责高市早苗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精神，渲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次炒作历史旧账。北京甚至借题发挥，强调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即1945年日本战败终止对台殖民统治80周年，声称台湾自那时起重回中国怀抱，日本没有任何权利再染指台湾事务。这些宣传火力之猛，让人恍如回到文革式的批斗场景。中国军方也出面表态，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媒体警告，如果日本干涉台湾，中国军队必将予以迎头痛击，日方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乃至在场战败的滋味。言下之意，仿佛扬言再来一次甲午战争或二战般，要让日本自取灭亡。北京当局很清楚，台湾问题在中国内部是最敏感的民族主义导火索之一，这次便全力渲染日本的言行如何，丧心病狂，自欺欺人，成功在国内煽起民众的义愤。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时间反日情绪高涨，不少极端网民叫嚣着教训日本、和平东京等等，把局势烘托得杀气腾腾。除了口头和舆论攻势，中国还迅速动用了组合拳式的实质报复。首先在外交上，能停的交流统统踩刹车。原定11月中旬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被中方单方面宣布推迟。11月17日于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中国总理李强明确拒绝与高市早苗举行会晤，不给日本任何高层对话机会。中国还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严正照会告状，声称日本领导人的危险言论破坏区域和平，要国际社会警惕。接着在经济领域，中国开始惩罚日本经济，其手段之快之广，让人联想到过去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报复，以及对立陶宛侵台行为的制裁等。其中一大重头戏是贸易制裁。中国商务部只是对日本食品进口加强审查，实际上就是故技重施，重启禁止日本水产品全面进口的措施。原来中国因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问题，曾在2023年禁止日本所有海产品进口，到了2025年秋天刚部分解禁一些，现在借着这次台湾争端又全面暂停，甚至进一步扬言，如日本不纠正错误言论，还将有更多行动。除了水产，中国也突然终止了中日间恢复日本牛肉输入的商谈，一副要在食品、农产品上给日本沉重一击的态势。对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渔业和农业来说，这无疑是敲响警钟。另一方面，中方也开始文化和旅游制裁。中国国家电影局悄悄指示国内院线暂停上映日本电影，原定近期上映的2部日本影片突然被撤档。多家中国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则以安全考量为由，陆续取消或减少日本航线航班。3大航空公司甚至主动提供近期非日本航班的退票和改期服务，以劝阻中国游客赴日。紧接着，中国教育部也提醒中国留学生谨慎前往日本留学，声称日本治安恶化，在日中国公民可能遭到歧视和不测。仿佛一夜之间，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急速降温，回到了多年前关系最紧张时的冰点状态。不仅如此，军事上的动作也没缺席。就在北京口诛笔伐和经济施压的同时，中国解放军也出动来对日本示威。11月中旬，有中国海警船编队公然驶入钓鱼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巡航，炫耀对争议领土的存在。解放军还出动无人机绕飞日本最西端与那国岛附近的空域，甚至传出在东海上空进行实弹演习的消息。虽然尚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中国已经透过种种行动向日本亮肌肉、施压力。北京的用意很明显，要提前警告日本和其他区内国家，谁敢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着干，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这种杀鸡儆猴的姿态，既是说给东京听，也是说给台北、华盛顿乃至首尔、堪培拉听的。毕竟在北京看来，台湾问题上美日同盟、小北约、美日印澳4方机制等都可能联合起来牵制中国，他必须打掉这种念头。然而日本真的被吓到了吗？目前看来，情况和北京的如意算盘并不相同。高市早苗面对铺天盖地的压力，态度强硬，毫不退让。11月10日，他明确拒绝撤回自己有关台湾的发言，强调那其实只是重申日本的一贯立场，并没有改变日本政府政策。同时他也表示，未来在正式场合会更谨慎措辞，但基本观点不变。换句话说，高市没有道歉，更没有收回观点的意思。日本政府发言人还反过来要求中方对大阪总领事的暴力言论采取适当措施，至少要道歉或惩处。尽管中国没有理会，但这显示日本政府没有一味示弱。日本外务省更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表明高市的发言并无不当，反而是中方外交官言行极端，不可接受。日本朝野也出现某种团结现象，多名朝野议员纷纷谴责中国领事的失当言论。自民党、在野的立宪、民主党、公民党等甚至一致通过了要求中方道歉的决议案。可以说，中国的强硬反应反而激起了日本社会更广泛的反弹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对高市早苗此番对中强硬表态的舆论反应颇为耐人寻味。许多人原以为高市府上任就挑动台湾议题，会不会引火烧身，让支持率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实力庞大，日本一旦遭报复可能损失惨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降反升，尤其是年轻世代对他支持有增无减。根据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在事件后的全国民调，18至39岁的受访年轻人中，
高达64%的人表示支持政府此次对中国强硬立场，而60岁以上年长者支持率约为43%，整体支持度约5%6%。这说明年轻一代日本人对中国的戒心和不满更强，对守护台湾、坚持日本自身主权尊严的立场相当认同。这背后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心态的转变。长期以来，日本奉行和平主义，不愿与邻国生事，但年轻世代目睹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施压乃至胁迫，他们开始质疑过去那种对华卑躬屈膝的方针，转而支持更积极强硬的防卫态度。中国的霸道行径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日本的新世代鹰派民意，这也是北京可能始料未及的反效果。此外，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的表态也值得玩味。高市所属的自民党内自不用说，鹰派们拍手称快，认为总算有领袖能够对中国说不，坚定捍卫日本利益。但连一向对华较温和的声音也不敢公开批评高市。反对党如立宪民主党只是质疑高市是否充分考量发言措辞，但在原则上并未说他错了。曾与自民党长期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日本佛教组织创价学会背景政党，其领袖虽然对高市的台湾有事论调表示存疑，但公明党此时已在10月因为其他政治嫌隙退出执政联盟，成为独立在野党。公明党常年主张与中国友好，是日本政坛对华缓冲的重要力量，但它的影响现在减弱，这也使得高市政府更无后顾之忧地执行强硬政策。可以说，日本政坛在这个议题上虽有不同声音，但国家利益面前相对团结。尤其当中国的外交霸凌摆在眼前时，日本朝野都不愿示弱，以免助长对方气焰。而在国际上，日本的盟友们也纷纷对高市早苗表达支持。台湾方面自然是最受鼓舞的，台北的领导人对日本首相的表态几乎拍手称赞。台湾行政部门发言人立即回应说，日本首相会见台湾代表人物是很正常的事情，并感谢日本长期以来对台安全的关注。针对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这件事，台湾更是刻意唱反调，表达对日相挺。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出境拍摄影片，享用日本进口的生鱼片寿司，大口品尝北海道扇贝、狮鱼等海鲜，以行动告诉国人，日本食品很安全，我们全力支持日本。台湾政府也在此之前就完全解除对日本、福岛等地食品的进口限制，显示出与东京并肩的姿态。这种你进我吃的举动在两岸3地媒体上引发热议，充分说明台湾愿与日本共同对抗中国经济胁迫的决心。美国方面作为日本的安保盟友，虽然官方没有大肆张扬此事，毕竟美国也奉行一中政策，不会公开支持台湾有事日本出兵的说法，但实质上美方对日本的强硬立场颇为赞许。美国驻日大使公开表示，不论是总统本人还是我以及整个美国大使馆都支持日本首相的立场。据报道，美国政府私下对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更加明确、坚定感到安心，因为美日同盟一直希望日本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尤其现任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要求盟国提升军费，高市也顺势承诺将日本防卫预算在2026年前提高到 GDP 的 2%， 这与美方利益不谋而合。可以说，在此事件中，美国与台湾都站在日本这一边，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团结阵营。反观中国，虽然怒气冲天地动员各种手段制裁日本，但在国际上应者寥寥，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中日争端保持低调，欧洲盟国大多仅呼吁双方对话降温，并未谴责日本。事实上，某些欧美政界人士还认为中国的反应极其不当。例如，美国前国防官员在受访时就批评北京对高市发言的过激反应，称这证明了中国的战狼外交只会更加孤立自己。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真的要和台湾建交吗？当前的事态看似往那个方向大踏步前进，日本领导人公开谈论协防台湾，视台湾为盟友，北京则暴跳如雷，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仿佛离断交都不远。难道东京真的下定决心要与台北正式缔结外交吗？这里我们需要理性分析。在现阶段，日本政府仍未改变其一中政策的基本框架，高市早苗的强硬
更多体现在安全与军事层面，而非直接宣布承认台湾为国家，与之建交。尽管他在行为上接近打破禁忌，譬如称呼林信一为总统府官员，但截至目前，日本官方立场仍然是维持与台湾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高市本人也在风波后重申，日本将继续遵守1972年联合声明的立场。不过，这次事件确实显示出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逼近那条红线。如果未来台海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东京当局采取更多突破性的举措，例如提升日本驻台机构的层级，名称更加官方化，邀请更高级别的台湾官员访日，甚至参与国际多边对话。这些都将是半官方但实质上的关系升级，为未来可能的外交承认做铺垫。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层现实，日本正在有意识地脱离中国，影响不仅是外交上，还有经贸和战略上。所谓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可以理解为日本执政团队下决心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摆脱以往看中国脸色行事的状态。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动了一系列经济安保政策，目的就在于供应链去中化。比如，日本提供补贴，鼓励制造业从中国迁回本土或转往东南亚，以避免关键产业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又如在尖端科技领域，日本配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卖给中国，以免助长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再比如，在稀土等战略矿物上，日本早自2010年就因一次中日渔船冲突受中国禁运之苦，随后积极在澳洲等地投资矿山，发展替代供应渠道，不让中国拿稀土卡日本脖子。这次中国因高市言论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更会促使东京下更大决心与美欧合作，加速供应链多元化。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中国给日本的压力越大，日本民众反而越团结。北京或许误判了形势，认为对日施压可以逼东京让步，实际上却激发出日本更强的自主意识和抵抗决心。长远来看，如果中国执意在台湾问题上对周边国家采取高压威胁，那么日本和台湾走得更近，甚至某天建立正式同盟也并非全无可能。毕竟历史上许多外交巨变都是在高压下发生的。当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改与北京建交，是冷战格局使然。而未来若美中真的陷入新冷战，并在台海一触即发，不排除美日一起调整一中政策，改以承认台湾来共同对抗中国。当然，这将是极为戏剧性也极具风险的转变，等同于中美日完全决裂，新的对抗铁幕落下。日本决策者也深知其中利害，所以目前高市政府虽然强硬，但仍留有一线余地，没有宣称政策转向。然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过去那种日本小心翼翼维持中日关系，不敢触碰台湾议题的时代正在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自信而戒备的日本。他愿意为捍卫自身与盟友安全而承担风险，哪怕因此激怒中国。北京方面如今进退维谷，一方面他想通过雷霆手段压服日本，使其晋升道歉，好维护自身对台问题的绝对话语权。但另一方面，这些手段却在日本国内产生反效果，反而助长了日本对抗中国的民意。如果北京继续升高对日敌意，只会逼得东京更往华府和台北靠拢，形成远中近台的新战略定位。最近的事态发展对此已是明证。中国发布赴日旅游警告后，日本非但没有退缩，还呼吁北京冷静克制。中国暂停中日高层对话，日本则转向加强与美韩等国的安保合作。几乎是中国每出一张牌，日本就亮出一副更不依赖中国的态势。从前中国经常利用经贸往来作为外交筹码，但如今日本似乎下定决心，即使没有你中国，我也能活。这正是北京最担心看到的局面。可以想见，如果未来北京真的对台湾动武，日本势必更坚定地站在美国及台湾一侧。到那时候别说建交，日台甚至可能结成某种军事同盟，共同抵抗中国。而若中国短期内不采取更激进行动，这场外交风波或许还有转圜余地，例如透过第三方斡旋，日中重启某种对话，日本在表面措辞上稍作保留，中国也停止进一步制裁，让关系不至于彻底撕裂。
但日中之间已经埋下深深的猜忌和敌意。北京认为日本政府右倾，军国主义幽灵复活，不再可信。东京则认为中国咄咄逼人，不尊重规则，必须提防。双方民间舆论也日益负面，中国人重新喊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要警惕，日本人则对中国抱持更多戒心和反感。所以日本要跟台湾建交，自民党高层宣布脱离中国，北京整个疯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背后，其实折射的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简单说，日中两国正高速奔向一场全面对立的态势，而台湾则处在这场角力的中心。或许短时间内，日本不会正式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毕竟那一步等同引爆中日断交和区域危机。但日本已明确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在捍卫台湾、牵制中国这件事上，日本准备更积极主动，即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北京的强硬反应虽疯狂，却可能适得其反，把日本推得更远，甚至推向他最不愿见到的局面，一个更团结且对抗心态更强的美日台联盟。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观察这场风波的走向，高市早苗能否在压力下继续顶住，推动日本防卫改革甚至修宪？中国会不会因顾及经贸损失而稍微缓和对日敌意，还是会变本加厉？台湾问题最终会不会将中日彻底撕裂？这一切都有待时间给我们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亚洲的局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曾经的对手和盟友关系正在重新排列组合。曾几何时，中日建交被视为东亚和平的基石，而现在日台建交却被某些人开始悄悄讨论作为未来的可能。世事变幻无常，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此。我们只能希望理性和冷静最终能战胜疯狂与对抗。不过在那之前，我们恐怕会见证更多惊涛骇浪。日本和台湾会不会真的建交？北京的怒火最终将把局势推向何方？让我们拭目以待。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围绕台湾的博弈正深刻改变着东亚的命运，每一步都惊心动魄。我们身处历史巨变的开端，也许未来回头看，2025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总之，局势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